最近一段时间，美军在我国周边的军事挑衅行动越发频繁剧烈，不管是在南海进行实弹演习，还是在朝鲜云集数艘航母、数个两栖戒备群，大搞两栖登陆，都展示出了美国人越来越强的动用军事手段干涉亚太的决心。但众所周知，任何一个国家内部都不会只有一种思潮和态度。作为未来将会一线直面解放军的美军，对这件事情真的很支持吗？恐怕很难说。毕竟熟悉当前中美大国关系的人都知道一句很经典的话：中美两军关系是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这句话咱们先不做评论，但美军确实是当前美国社会中绝对的稳健力量。而这两天，作为美国军官当中地位最高者，参联会主席马克·米利上将的一系列发言，无疑再度坐实了人们对美军的这一看法。米利在国会的一场演讲中表示，中俄之间虽然不是盟友，未来也不会结成同盟，但当前的这种合作关系依然会让美国面临两线作战的困境，而这对于美国来说已经是不可战胜的困难了。同时，他也对美国国会人员直抒己见，认为美国与中国或俄罗斯之间的冲突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应当是美国所需要去避免的。作为美军的高级军官代表，米利的意见也可以说是美国内部高级军官的共识，即美军不希望与中俄爆发任何军事冲突。这种软弱的语气毫无疑问给米利带来了很大的争议，但作为美国军官的老大哥，也不是第一次饱受争议了。在随后的媒体采访中，他又一次公开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美军现在最需要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措施，减少可能引发中俄关系进一步的紧张言论。在米利看来，现在美国从民间舆论到政客言行句句不离与中国爆发冲突，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而美军希望这种情况能得以避免。上将甚至直接在采访中说，挑衅与好战言论是一切冲突的开端，而任何意外事件或者直接挑衅都有可能换来全面冲突的不可控升级。作为美军是不希望冲突的，尤其不希望同时与中俄两个超级大国冲突，直接翻译过来就是美军不想打仗，尤其是不想和中俄打仗，希望政客们不要再极限试探拿美军做任何冒险了，赶紧和大国们缓和局势，尽可能避免冲突吧。这自然让人想到了一个经典笑话，经过多年孜孜不倦的宣传之后，美国的绝大多数人终于认可要以强力手段动用武装力量解决与中俄之间的冲突了。那剩下的极少数呢？剩下的极少数都是美军。确实可以说，美军现在是美国所有人里面最不希望中美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了。毕竟和解放军打起来死的都是美军士兵政客可以不考虑后果，他们不行。同时，米利也对美国的极限施压导致中俄之间合作越来越紧密的事态发表了自己的担忧，直接对美国政客喊话：美军不希望看见中俄之间形成一个真正的战略同盟，美国应该避免这一事态的发生。就差指着当前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的鼻子骂街了他专门强调中俄都是大国，美国要同时和两个大国开战，那是前所未有的挑战。很显然，米利本人是认定现在的美国对中俄的外交策略存在问题，需要调整。毕竟美国现在是什么实力，能不能实现两强标准，作为美国最高军官的米利上将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军现在面临的现实就是算上盟友的力量之后，先进装备规模上大于中国和俄罗斯中的任何一方，但又远小于双方合计。这意味着美军若想不遭遇灾难性溃败，那么就必须不能面临两线作战。而现在美国的外交策略正同时加剧与中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带着美军就向着同时与中俄开战的深渊狂奔而去。米利上将为首的美国职业军官眼里最理想的事情，当是美国与中俄维持长期和平，永远不会走上与中俄作战的战场。当初米利打电话给我国通报美国国内情况，到现在一次接着一次在公开场合给支持援乌克兰与俄罗斯打代理人战争的事情唱反调，就是这么一种体现。但显然当了那么多年军官了，政治素养也知道这种幻想是不可能的，那就竭力避免美军的失败与军事神话的破灭呗。对于美国的高级将领而言，退而求其次的话，就是如果要和中俄发生冲突，那就别同时和两方冲突，和一个打打就差不多得了。而美国现在的外交策略，毫无疑问与他们退而求其次的想法也是背道而驰，不仅不缓和至少与其中一方的关系，反而同时对中俄极限施压，让中俄合作更紧密。现在马克·米利跑到媒体上公开对国家外交策略发表不同意见，就是理所当然了。